2005年，四川14岁少年失踪，父母获赔39万，11年后孩子突然归来。20年前，四川一个14岁的男孩在学校无缘无故失踪，各方寻找无果后，法院只能无奈宣告其死亡，并责令校方赔偿家属损失费，共计39万余元。因为这件事，两个家庭支离破碎，有人背负了债务，有人丢掉了性命。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11年后他竟然自己回家了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突然消失15年之久？这些年他究竟去了哪里？2005年春，杨青森和廖庆华夫妇俩正在家里吃早饭，忽然桌上的电话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，隐隐之中小两口觉得有些不安。果不其然，电话刚一接通，就传来了儿子学校老师急切的声音。杨明又联系不上了。短短半年，小两口已经记不清收到过多少次类似的电话了。自从杨明去了这所电子技校，隔三差五就被老师告状，要么打架斗殴，要么旷课逃学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。若非如此，杨明也不会连高中都考不上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实习期，他却还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在此期间，杨明曾先后2次私自离开学校规定的实习地点，好在有惊无险，每次都被老师和家长找了回来。但不知为何，这次的杨青森和廖庆华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仔细想想，儿子自春节返校后就一直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，细细算来，差不多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实习地点那边忽然提供了一个可怕的线索。原来杨明自春节以来就一直没有返岗，说白了，家长以为在上班，老板以为在家里。若不是学校临时有事找杨明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件事。来不及犹豫，杨青森和廖庆华立刻报了警。毕竟杨明还是个未成年人，没有任何经济能力，更何况1个多月也不是小数目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孩子是死是活，恐怕都是个未知数。接到报警后，巴中市公安局立刻展开了全面调查，从亲朋好友到同学同事，警察同志几乎全都跑了个遍。但是很遗憾，结果始终如出一辙，没有人知道杨明去了哪里。这个孩子宛如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绝望之际，父母把学校告上了法庭。于情于理，校方都应该负这个责任。所以在起诉的过程中，小两口提出了7万5千元的赔偿款要求。但事实上，杨明每年的学费只有6600元。面对这样2个不对等的数字，校方几乎想都没想，便驳回了对方的诉讼请求。见此状后，不死心的杨青森和廖庆华继续上诉。在法院长达1年的调解下，双方总算是达成了一致。最终，杨青森和廖庆华收到了校方3万元的赔偿款。按理来说，这件事到此应该告一段落，但没想到接下来的事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转眼间，时间来到了2013年，距离杨明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。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，法院依法对其宣告了死亡。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，杨青森和廖庆华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回到家以后，小两口越想越不对。起初，他们还抱着儿子杨明生还的打算，如此一来，儿子恐怕是要凶多吉少了。与此同时，也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已然发生改变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踪案了，而是人命案。3万元钱换1条命，杨青森和廖庆华能接受吗？果不其然，小两口很快就再次把巴中市巴州区电子技术学校告上了法庭，而且这2位一开口就是大手笔40万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更何况还是在10几年前，这不就是故意为难人吗？听到这里，大家或许会有些好奇，学校都能开得起，难道还差这点钱吗？大不了把学校转让出去，毕竟还是人命官司更重要。但是很遗憾，现实恐怕要让杨青森和廖庆华失望了。法院找上门时，校长兼法人邱文茂已经没有任何踪影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妻子杨菊珍一个人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前妻。说实话，杨明失踪案发生前的学校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，邱文茂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谁知造化弄人，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平静。担心也好，害怕也罢，学校里的学生数量一直直线下降，甚至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。因为钱的事，邱文茂和杨菊珍没少吵架。终于有一天，小两口吵不动了，然后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。自此以后，邱文茂便宛如人间蒸发般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之中。其名下的财产补完学校亏空，似乎也不剩下什么了。可人间蒸发能解决问题吗？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按理来说，此时的邱文茂和杨菊珍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但杨明失踪案发生在2人婚姻存续期内，责任自然也是双份的。没有办法，杨菊珍只能扛起所有罪名。按照正当程序，法院查封并拍卖了其名下3处房产，共计39万2450元。短短几年，杨菊珍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变得支离破碎，就连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不得不选择辍学打工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杨菊珍母子俩一直都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。与其相比，杨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大概是悲伤过度，杨青森几乎成为了医院的常客。就在所有人快要忘记这件伤心往事时，一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消息忽然传来。2016年春节前夕，杨青森和廖庆华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，忽然门外走进来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。虽说时隔多年不见，小两口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是明明，是明明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故去的人真的会复生吗？或许是察觉出了父母眼神中的不安，杨明缓缓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当年他因学习成绩太差，被送往距家1000公里的巴中市巴州区电子技术学校。学业的困难和对家乡的思念，让杨明一再萌生出逃课回家的想法，但是每一次都被老师给狠狠扼杀掉。恰逢此时，深圳一所电子厂来校招生，在高薪的诱惑和老师的担保下，杨明和几位同学报上了名。考虑到是学校组织的实习单位，父母便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。挣钱多少不重要，就当是去社会历练了。只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进入电子厂后，杨明并没有收到相应的薪资待遇，而且整日都是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。简单来说，杨明和同学们是被学校骗去深圳打工的，所以在此期间，他不止一次想要逃离这个痛苦的地方。直到2005年春节，杨明才算是真正摆脱了束缚。殊不知，等待他的却是10几年的流浪生活。结合前2次失败的出逃经验，从电子厂出来后的杨明并没有着急回家，一来是路费不够，二来则是担心被父母重新送回来。好在杨明的口袋里揣着一张哥哥的身份证，借着这个身份，他前前后后换了不少工作，服务员、水泥工、网管。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准备回家，杨明又一不小心误入了传销窝。在这里，他没有工资，没有自由。杨明每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被关在小黑屋里强行洗脑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对原生家庭产生了深深的恶意。为什么父母偏偏把自己送进这样的学校？为什么要过这种不见天日的生活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杨明才总算是从传销窝逃了出来。可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家，他却再也不想回去了。直到2015年，杨明工作时认识了一位老乡，两人相谈甚欢，这才激起他返乡的欲望。在外漂泊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回家了。很快，这件匪夷所思的事就传到了杨菊珍耳中，震惊之余，更多的则是愤怒。因为杨明的任性，杨菊珍的整个家都被毁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把这份损失给讨回来。来不及犹豫，杨菊珍立刻赶去了杨家。谁知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场丧事。从围观人群口中，杨菊珍得知杨明的父亲乐极生悲晕了过去，这一晕就再也没有醒来。即便如此，杨菊珍还是坚持把杨明一家告上了法庭。面对法官，双方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。未成年人从学校失踪，你们本来就有责任。失踪的赔偿款我们已经给过了，现在杨明回来了，死亡赔偿的前提不成立。2020年9月29日，四川省巴中市巴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最终审判，判处杨家人返还赔偿金39万元，并赔付杨菊珍损失5万余元。兜兜转转，事情似乎重新回到了原点。可这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却再也挽回不了了。如果当初的杨明能懂事一点，如果学校在管理上能上心一点，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。